想要抬手就放炮，想要高远球轻轻松松就到位，力量想发出去，首先要解决手指如何发力，是否中前场抽挡总压不住球，这是不会手指发力的抽挡。正确的是这样，往前推打，往前推打，这一下，像这个就感觉你是往前推了一下，相当于掰了一下这个拍子，掰成这样，然后再往前顶了一下，就相当于把这个拍子弹出去。但如果说你不做这个去引拍，它就是一个直的，就是一个硬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硬的。而如果你是这样的引拍，它就是弹出去啊，就是这种压下去。对，我就是这种，我都很发力。然后还有一个是，然后举好拍。一个视频从握拍开始，超细节带大家找到正确手指发力的感觉。OK，let's go。首先，手指想发力一定需要发力空间。当我们举好拍準備擊球時，手指是沒有發力空間的。錯誤獲得發力空間的方法是手腕發力後到球拍。手腕後到引拍的方式不僅容易手腕發力過度出現壓手腕，還容易導致掄大臂。此種揮拍軌跡不僅力量發不出球，也壓不住。正確的引拍空間是沒有任何主動後倒的，是手指放鬆讓拍頭保持穩定下前推手腕出現的自然後倒。假設我們現在握好球拍，讓拍頭留在原地下前推手腕，掌根位置會自然空出，同時球拍會有壓力給到食指根處。後兩指先快速回刃，能感覺到食指根部壓力增大，球桿開始出現形變。此時鬆手拍頭會在手指握緊下被彈射出去，整個過程是很快的，這樣才能保證每一次的精準擊球。對方過來球速快，後到引拍當然來不及。在明白正確引拍後，只有真正理解如何握拍才能說為什麼總是喜歡後倒引拍。首先還是要先做好一個9字握拍，此時我們需要把手腕向外展開拍面才能朝前。若直接以拍面朝前的角度握拍，就是典型的蒼蠅拍握法，此時小臂的力量無法傳到拍頭，因為手腕會被卡住。只有在握拍時採用9字握法的角度，外展手腕後才能實現拍頭的前揮。那為什麼你的9字握法發不上力？9字握法僅作為握法中的準備動作，它可以最快速的切換到其他握法。而如果在這種姿勢下發力，由於食指位置過高，易導致引拍空間不夠，掌根無法空出，鞭打感就沒了。揮拍時，由於是食指關節處在前頂拍柄，很容易在擊球時跳起來貼不住拍柄，所以在發力時，一般我們採用半拳式，也就是把食指位置下放，至食指根頂在拍柄上的感覺。其實只要保證握拍時球拍在手中角度時，相對於小臂盡量直立就行。至於食指高一點低一點沒關係，食指低一些就是半拳式，這樣能保證在後場擊球時的發力軌跡不被破壞，比如食指根會磨破都是正常的。其實正確手指發力的感覺很像是一個蹺蹺板，正確的引拍狀態下，中指與食指是支點，後兩指此時握緊，會讓拍頭以更快速度回轉，從而達到集中與爆發的效果。既然正確的手指手腕發力是有一種槓桿，有一種彈的感覺，那麼中桿刃彈搭配一定頭重的球拍，是能讓我們的鞭打感發得更強的。如果是球拍本身中桿硬度很硬，那麼就很難讓業餘球友在握緊這一瞬間，中桿產生形變，出現一個這種彈射感。如果球拍是整體重量很重，那麼也會給我們的手指力量帶來很大的負擔。而楊導採用的是一個在球拍頂部運用到了局部密度加強的處理技術，讓我們球拍的頭重感僅僅來自於球拍頂部這一點的位置，再搭配這根刃彈的中桿，可以讓我們在正確的擊打動作的基礎下，把我們自身力量做到放大化的鞭打出去。當然現在可能大家會覺得它整體呈現是一個頭重腳輕的感覺，然後中桿又是比較刃彈的，會不會影響到球拍的穩定性和控球感？那麼在這裡楊刀的剃頭位置也添加了市面上大多球拍都沒有的一個回穩增壓器。比如說我們在控球時打球打歪了，沒有打到田區，有它的存在會讓我們球拍的抖動變得更小，容錯率就提高了。那頭重桿彈也就意味着抖動的頻率會加大。那麼有它的存在呢，在我們大力扣殺以後，球拍的回穩時間也會大幅提升。